人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我们没有想过以前在学校那么安静、那么不出色的人，会有今天这样子的转变。你必须先相信说，其实你可以做到，你可以不一样。如果觉得说我不可能不一样的，这样你就是这样子而已咯。人生不长，我们不能决定出生，但我们可以决定余生。你想清楚自己要什么过后，你才能去接受你要得到的那一个收获。需要牺牲的是什么？吉尼，你能简单的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大家好，我是吉尼丹，一个学历只到中5 and 普通家庭出身的普通人。现在是 RS United Sdn Bhd 跟 RS Global Sdn Bhd 的 Director、Omni 品牌的创办人，还有 Tamjami 的版主。吉尼，你的身份很特别，你本身是一名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很红的一个美食博主，在 Facebook 上有16万的粉丝，非常了不起。而且我听说你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一家粿条汤档打工，所以今天我们就深入的来好好聊一聊你的故事。好的。所以吉尼，你毕业过后你做过哪一些工作啊？毕业过后我做过蛮多工作的啦，比如说sales girl 啊、promoter 啊、waitress 啊、书记啊，小贩也有做过。不过做最久的应该是 waitress。那个时候是在粿条汤，对啊，粿汤店那边工作，主要负责的是什么东西呢？点餐啊，泡水啊，然后曾经是老板说，如果你学会斩鸡的话，这样下个月就起薪水哦。我觉得那时候我记得我用3天就学会了，所以下个月就有得起薪水这样。然后后来是几乎整间店，包括收钱也是 OK。做了多久呢？前后大概5年吧。因为中间的时候是做了一阵子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安迪会讲说，你读名校的，为什么你要做 waitress 这样子？应该要去做书记啊那些工这样。所以我曾经也是有去做书记，但是我觉得书记的工对我来讲太沉闷了。然后过后老板在开他可能他要扩充他的店的时候，还有再叫我回去做 supervisor 这样子。打工的这5年里面呢，教会了你什么东西呢？教会我蛮多东西的。因为像刚才讲的，其实我哪里缺人我可以去哪里，但是我觉得不好的是，我觉得我的情绪吧，我可能不大会控制情绪，因为可能刚毕业还小吧，应该这样讲然后就控制的情绪我觉得不是很好咯。可能我会如果心情不好，可能顾客会察觉到我心情不好的那一种。那时候当老板想要开第1间分行的时候呢，虽然我觉得我好像很厉害什么都会，但是老板并没有派我过去当负责人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是觉得说其实一个人再厉害，你不会管你的情绪的话，我觉得一切是等于0啦。然后还有就是做工，你要加薪水的话呢，你需要找到辞退，然后你需要多做工。那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是叫加薪水，就是纯粹我多做工 and then 我才有多酬劳。然后就算是可能我可以升级到很高的职位也好，我要负责的东西可能很多，然后我要用的时间很长，可是我的薪水却是有限的，所以我只能用有限的时间赚取有限的金钱。这是打工给我的领悟啦。所以那个时候你读到中5就毕业过后就直接去打工了。那个时候没有上大学。没有上大学。那么你有后悔过这个决定吗？老实说我没有后悔，因为在那时候我已经分析过情况了，就是想说如果我家庭经济是允许让我去过校园生活的话，我觉得我会选择去的，因为应该校园生活是蛮写意的啦。然后但是我家庭又不是讲说富有的那一种，那如果讲说我需要去跟政府借钱还是什么，然后去上课的话，然后我本身的兴趣又没有太喜欢上课的话，我觉得会浪费钱，倒不如我直接出来打工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你就选择了直接进入社会打工。那么这样多年过后了，我们看回去了，从你的角度来看，好像你这样子社会大学，如果我们 compare 跟传统的大学，你觉得两者之间那个价值的差别在哪里呢？虽然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上课教会我们的大多数都是理论，而社会大学教会我们的是实战。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可能会很多东西，但是你不会做人的话，我觉得在这社会上还是有一点吃亏。社会大学其实可以学习的东西也是蛮多，
然后不足的知识，我觉得可以自学是 OK。所以其实社会大学可以让我们去实践，在实践的时候发现到哪一些不足，然后后期再补充，其实你觉得反而是更好的一个方式。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先去面对，我们也不懂自己的问题到底是哪里，我们只能一直预想可能我会这样，可能我会那样，但是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可能你就不是这样哦。那我觉得说直接实践的话，可能我们可以减少蛮多时间。你有提到讲说你也开创了自己的一个是面包品牌对吗？面包塔。面包塔 OK，你可以分享一下那一段的经历是怎样的吗？就因为我平常做 part time 那些也好嘞，我就因为妈妈是卖糕的，and then 她就有讲说，其实你可以做 sandwich 啊，去批发给人家卖这样子。那时候的我是有做 sandwich 啊，然后放给那些高档的人卖，and then 我是觉得说，我只需要花我的一点时间，然后去给人家放东西在人家的胃的话是节省了我在那边的时间，可是我又可以赚到钱这样子啦。然后面包塔的话呢，是可能在家，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在做果汤了。然后我做薄膜的话，我一个星期只需要做3天工，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然后我星期一到星期四是蛮得空的。那在家的话，我觉得突发奇想吧，就想说，可能可以搞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做形状，人家觉得蛮特别的，我就。那时候其实也没有讲说很厉害玩 Facebook 啦，可是拍照上去过后，人家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来可以卖吗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有人要，就试试看，不然卖看了这样子。那时候反应怎样？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没有人在网上这样卖东西吧，就真的会有人跟我买东西哦。然后我也是只是在家做 ，and then 过后可能我会给顾客知道说，如果你觉得好吃的话，这样你可能可以帮我分享啊，这样子，这样当中就有人分享了，过后可能就越来越多人知道，然后也越来越多人会跟我购买这样子了。那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也像我一样好奇啊。就你说你也是一个美食博主嘛，这样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契机之下啦，你放上去 Facebook， 慢慢就变成一个美食博主了，还是这样一个情况呢？其实不是因为面包塔是面包塔，然后美食博主的话，我觉得是本身我一向来都很喜欢吃东西，and then 吃东西的话，我们喜欢拍照，那我就觉得说，都已经拍照了，然后已经吃了，这样不如也跟别人分享这样子嘛。那因为我是觉得说，也是因为有别人的分享，我们才能知道更多的一些地方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说，不如也这样子分享了。但是我觉得，做美食博主一开始其实好吃不好吃我都会讲的，但直到有一天的时候，有一位网友他信息我，他讲说，其实你不可以讲说不好吃你就写出来的哦。我讲为什么？他讲这样子你会打断人家的饭碗。那我就觉得说，对，安迪讲的也是蛮有道理的。就如果我觉得不好吃，这样可能我可以跟当家讲。或者是就不要 post 就好了，就可能我不喜欢，但还是会有人喜欢的。所以自此之后呢，我很少会批评说东西不好吃啊，然后怎样跟怎样。可能有也是会很不会讲说那么的直接啦，但是很多可能就会觉得说，很假咯，不好吃你又不写，然后什么什么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说，自从我的网友跟我讲了过后，我深思了，我觉得其实蛮有道理的。我们没有必要说因为自己的个人口味，然后你就去批评人家不好这样子。所以更多是写好的真实的体验呢。如果讲说我个人觉得味道没有很好吃，但是我还是会分享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是它的环境吸引我啦，还是讲说可能它是新在一张，或者是这间店如果讲没有任何人分享的话，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怎样的。那我觉得说我的一个分享可能可以帮到你，可以做 review 啊，就觉得说参考一下有没有什么吸引我的，还是菜单适合我的这样子咯。所以你的分享的方式，以美食博主分享方式更多是你个人的想法，不会受任何东西影响。一开始其实我有接受邀请，然后去试吃那些的，因为刚开始做都有尝试这样子啦。但是后来我会觉得说，你接受邀请的话，你需要跟着店家的想法。然后我试过有一个，他跟我讲，你要写有初恋的感觉。我想什么叫初恋的感觉？那我吃了我没有，我就写不出啊。
所以后来就渐渐的我们很少也没有去接受那些邀请啊什么这样子，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正职嘛，这只是我的一个兴趣或者是讲副业这样子而已了。那么今天我也听说了，那个时候你去了一趟日本旅行，对，那去了之后从此就改变了你的认知和想法，能跟我们说一下是怎样的情况吗？那时候虽然讲说有在打工啊，还是讲说批发三文治啊那些啊，然后做面包塔之类这样子，然后我的男朋友他是跟家里打工 ，and then 他只是拿零用钱包，然后过后朋友就约讲说，诶要去日本，可能10月我们才要去，但是从1月我男朋友就跟我讲说，诶我们不可以乱花钱了，因为去日本要用很多钱，可能大概2个人要收个10,000。那时候是在10年前才有10,000，现在应该不能了啦。然后那时候对于我一个很喜欢去走走啊，然后去吃东西的人，然后你叫我都不出门的话，我觉得说很辛苦一下。And then 存了这样久的钱，去一趟日本10天，我们就把钱花完了。然后我觉得说存钱真的很慢哦，这种感觉也不是我要的。就是讲说啊，可能我要存很久很久的钱，然后去一下子，然后又把钱花光了，这样平常我也是过得不开心。不值得。也不是讲不值得啦，可能我可以想更好的way啦。所以算是一种撞击了，思想上的一个我觉得说新的启发。你听一下自己的想要的东西，这样子咯。这样 after that 你就开始去做出了一些改变吗？一些想法？那时候其实有很流行在网上卖产品。然后那时候的趋势是，可能你放一张照片，可能就下面会有很多人 PM，但是我觉得我已经错过那时候的那个趋势了啦。然后过后我有卖过零食，那种外国零食啊，像韩国那些这样子。但是零食呢，它其实体积很大，然后重量很重，但是你可以赚的钱会很少。然后重点是你赚很少，别人还要丢价，然后觉得说好像也是赚到很辛苦这样子。然后刚好就遇到一个机会是卖那个产品这样子，其实那时候我没有本钱了，然后因为平常可能也没有再存很多钱嘛，然后过后刚去完日本回来嘛，对吗？可是那个公司是讲说他会给你3个星期的那个期限，你在3个星期才还钱。这样那时候我就跟我男朋友商量，我讲说打工不是我要的。And then 做面包呢，我也只能靠那个有限的那个什么，因为手工东西你不能做非常多，还是怎么样？这样卖零食的话，可能也不好做。这样我们好像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就挨着负债，或者挨着过关这样子了。就 from 那次日本的那次旅行开始去推动你去想怎样用不同的方式，找到你要的路。对，因为从打粿条汤的时候，可能因为waitress 来讲呢，你1个月只能休息2天，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我有钱的话，我好像也没有假期，然后你要请假也很难，所以后来其实我那时候才刚出第1辆车，我的 V8 吧，and then 过后我就辞职了，因为我算过了，我觉得说做那个3天的薄膜的钱是跟我的那个 waitress 差不多。然后再加上可能我做其他的 part time 这样，是可以 cover 我的那个生活这样的，但是我拥有的时间却比做 waitress 的时候多。就从一开始 waitress 做很多天，越来越少天，对，到现在不用做，不用打卡上班。明白。Jenny，那我们来聊聊你的公司的部分了。那你的公司叫 RX， 我很好奇啊 ，RX 这个名字背后其实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的？ RX 是拼音任性。任性。我觉得在大众的印象，其实对任性来讲呢，会觉得是一个负面的词。但是我们的任性呢，不是讲说要胡作非为啊，还是横行霸道这样子。对于我的任性来讲呢，我是希望说，我们的人可以讲说随心所欲的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你可以让自己有更多更好的选择。所以我们有一句 slogan 叫可以任性为何任命，就你可以过得很好，那为什么你需要任命呢？那么今天你们目前团队大概有多少人呢？目前大概有300多人。300多人。这样你们的主打产品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主打产品的话是 Omni NutriDrink， 它是一罐
营养饮，但是我觉得跟市面上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一罐可以抵1000罐，然后它 baby 到老人头发到脚的问题它可以改善。一罐可以抵1000万，怎么说呢？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懒惰的人，然后那我觉得说，如果你需要我喝很多的保养品啊，然后每天醒来，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说保养品的话，他们都会分针对性的，就是想说眼睛啊、肠胃啊，然后关节啊，不同的需求你都需要吃不一样的产品。那我觉得说，我们人体呢，也不是只有需要一种的那个防身的那个营养品吧。然后我又希望说我可以简易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不如我就把所有可以补充的营养放在同一罐，这样方便我自己的时候，我也觉得大多数人会跟我一样，所以我就想说，做一罐，然后它可以补到该补的地方的一个营养品，然后大多数的保健品那些呢，它都是要分老人、小孩跟大人那些，男生女生又不一样。但我也把这个问题也放在同一罐所以我这一罐是老人啊、男人、女人、小孩、baby 都可以喝，就是给大家一个便利性。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你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有时候你需要这个东西啊，就刚好市场上你就去做这个东西咯，去做这个分享啊，或者是生产这样子的东西出来。我觉得大多数是这样，我其他的产品线也是这样，就是包括可能代餐啊、面膜啊那些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本身需要用，这样我也出一个，然后自己要用了，你品质也不会太差，因为也不可能想要用不好的东西嘛。然后对于消费者的话，我觉得效果就是一个很好的回购的一个几率这样子。因为如果讲你做一个爆品，可能你会很赚钱，但是你需要一直重新来购。所以我就想说，我要走长远的话，那品质控管啊那些我都做好它，这样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这样。那么 Jenny， 我想问一下你啦，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去买包包啊、名贵包包啊，或者是旅行啊，或者是买名车来奖励自己。那其实你会认同这样子一个做法吗？老实说，我认同，在自己能力所及，你去做这些呢，我觉得适当的奖励自己这个东西是很好的。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完全没有欲望的人，你可能比较难进步，因为你对生活无欲无求，这样也可以啦，那样也随便的话啦，你根本就也不需要特别的进步因为你什么都没有特别想要。但是当你有了说，我有想要的东西的时候，自然的这些欲望、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它会是你努力的一个动力。那如果你的能力所及，我是觉得这些是好事。没有追求就没有进步，可以这样讲啊。像我平常可能我们遇过很多人的时候呢，你跟他讲说，他可能有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可以设定成为他的 target，and then 他就可以从这一方面来努力。但是如果他全部都不想要的时候，他完全就不知道他应该要从哪里努力，我努力是为了什么。那么这样Jenny，这样如果做到成绩，你会怎样去奖励自己呢？做到成绩的话，我要看当时的自己需要些什么了。就好像我一开始刚才讲的是去一次日本嘛，and then 就让我有所顿悟了。那我做网卖过后，我就设立自己一个目标，我希望我12月开始做网卖的，and then 我跟自己讲，我3月想要去看樱花，然后我就让自己在那3个月里面努力，然后就去看樱花这样子。其实那时候我有约了我团队可能一些朋友这样子讲，一起努力啊。其实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太短的时间。但我那时候是有让自己努力，然后去做到说3个月过后我就去日本看樱花。也因为我10月的时候去了日本那一次，用了很久的储蓄才去过后，然后网卖第1个月。and then 3月我就可以去看樱花了。过后我会觉得说，其实网卖是我想要的东西啊。那时候我有确认说，我以前一直在找的可能就是网卖这一块，因为它可以让我时间自由 ，and then 它可以让我自己决定，我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多少钱，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所以去了日本看樱花过后，回来我就告诉自己，我想要1年4季都出国。
那像我接下来的努力就是一年四季都出国了，然后就每一次努力完了达标过后，我会再 set 目标给自己。所以我觉得说，有目标真的很重要。所以每一次你去达成的目标，就发现到，你可以一直在突破自己。OK， 也是刷新你的信心。对，因为如果你没有出去看世界的话，你会以为你就是全世界。但是你去接触了别人过后，其实你觉得，我们真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那么题外话了，因为你会建议年轻人多出去看看世界吗？我觉得如果能力所及，也是要多去看世界，因为你只在同一个地方的话，你可能你的思想就只是这样子。但是你出去看看世界过后，你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因为你会遇到不一样的人，然后你会看到说，原来其他地方的风景，是你自己从来没有看过的。像吉尼啦，像我很好奇，说从一开始，刚才你提到你在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然后中午就开始毕业出来工作啊，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普通的出身，那到现在这样大的一个差别，这样你认为其实人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吗？那么改变命运其实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我觉得人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像刚才介绍这样子，其实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然后家庭也很普通，可能我另一半的家庭也不富有，所以我们都是从一无所有，然后努力到今天这样子的。然后你必须先相信说，其实你可以做到，你可以不一样，这样你才会去努力。如果觉得说你本来就觉得我不可能会不一样的，这样你可能就是像你讲的，你就是这样子而已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因为10年前我只是一个站在 super 的 model and then 一路的成长，可能看到我的人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们没有想过以前可能在学校那么安静那么不出色的人，然后会有今天这样子的转变啊。然后我觉得需要付出的可能就是用你拥有的去换你想要的，比如你想要金钱，你想要成功，这样你需要用很多的努力，然后你要很多的付出，你要想尽办法去做一样东西。我觉得是需要用心，而不是说我做任何东西可能我只是想要一个交代而已。如果你没有用心去做，你根本不会多做更多东西这样子。就好像可能我做面包塔的时候就要想说如何让人家可以更多人认识我，你需要有想方法啊去做这样子。然后做美食的时候你也是要去认真啊，然后就算是副业也没有太随便这样子啊。我觉得各个方面用心真的很重要。就像我们说魔鬼藏在细节里，有的时候那一个可以超越就是在于细节上的不同。对，而且你还要能承受别人的流言蜚语，因为在你想要改变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阻止你的，一定会有很多那些声音觉得你不能的啦，你怎么可能会不一样。所以你如果认为对，那么你要坚持，然后而且你要坚定。当人家不认同你，那是因为你并没有让人家有那个对你的信心。就比如说可能以前我卖零食的时候啦，还是卖面包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说你囤这样多货你卖得完吗，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但是只要你真的做得到的时候，别人就会知道其实你是可以的，然后那种反对的声音自然就会不见。可是如果你一直在意那些人跟你讲的你这样啦，你那样啦，你这样啦，你根本不会做好一些事情。所以如果你确定了你想要的东西，那么照着你想要的去走。那么其实很多人也会觉得啦，像一个人可能他们这样想，一个人的成功很大因素是来自于运气。像你认为一个人成功其实运气占了多少成呢？我觉得成功一定也需要运气的，运气可能大概3-4成吧。接下来的就是本身像我讲的，你能不能坚定自己的立场，然后去做出任何的努力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你有运气，但是你总是不坚定，然后很容易被动摇，
这样我觉得可能你也是把握不到那个时机。很多时候运气也要能够对接于自己的准备的好，就会看到，就会抓到很多机会这样子的。而且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是真的很重要的。只有你在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过后，你才能奋不顾身的去得到。如果你还是不懂自己想要什么的话，可能你的努力也只有一半，不会全力以赴。对，因为你都不懂你的方向在哪里，你到底要去哪里，你想要的目的地是怎么样这样子。那么Jenny，我们来聊一聊你个人的方面呢。像我们看，其实很多成功人士，好像他们从小就有很远大的志向这样子。那么Jenny从小是不是就有远大的抱负啊？比如讲说想要闯一番大事业这样子呢？没有，因为从小就在普通家庭出生嘛，然后我妈妈对我其实也没有讲说要求严格那种啊，只要是 OK， 这样我可以做自己了。从小其实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做到现在这样子的，可能以前选择打工，还是可能没有走上网卖这条路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这样子。为什么会改变到现在这样子的话，可能我是觉得在打工的时候都有一路的理清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样子。可能像刚才我讲的，你想要跟人家不一样的话呢，你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就比如说，可能我一开始做美食博主，还是讲说经营我的那个美食专业的时候呢，你就可能会听到朋友会讲你，怎么你去哪里都要 post 的？怎么你做什么都要 post 的？赖有这样重要吗？他问我。然后可能家人也是会觉得说，你这样子做其实很危险啊，然后你不应该这样啊，还是什么这样子。但我觉得说，这样子做是帮助我的事业，所以那时候我是觉得庆幸自己也没有讲说受这些外来的声音影响啊，然后坚持做才有现在的一些小小成就这样子。不过从小说你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创业？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创业。其实我不喜欢压力耶。我觉得我是一个不能顶压力的人，但当你想要的东西比压力大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去超越那个，把压力变动力这样子了。我觉得。那么今天回顾你的成长过程啊，你觉得你从小跟同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其实老实说，我的记性不好。然后最近我的小学同学还有跟我讲，你知道吗？你其实2年级的时候，你就会跟我讲正能量啊。你会跟我讲说，开心也是过一天，不开心也是过一天。然后你周末不要开心的过。我才想，以前我就会这样的东西哦。就可能比较 positive。那我从小可能我也不大想跟人家讲话，到后来现在可能我还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人家好奇，为什么你一个不喜欢讲话的人，你会成为一个可能像现在这样子啊，成为一个领导啊，成为一个网卖家，然后需要跟人家讲话这样子的。那我觉得说，我其实也不喜欢做 sales， 但是因为经历过以前的，然后也分析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过后，我就觉得说。我不可能我什么都想要，但是我什么都不愿意去牺牲。然后我不喜欢讲话，但是我喜欢做事带来给我的一个收获。就好像讲说我做网卖，我的时间可以自由，然后它可以让我赚到比打工那些还要多的钱，所以我总要牺牲一些东西，然后来换我想要的东西，这样子。并不是因为我说，并不是因为我有天生就喜欢讲话，然后喜欢做 sales 这样子，而是我喜欢做 sales 带给我的那个收获。那么Jenny，你这样子讲，你的 MBTI 是什么 INFJ 呀，I 人吧。I 人。你的事业很 E 哦。你一直以来做的工作也是很 E， 可是偏偏就是你会去为了让自己保持 I 人，为了让自己不去讲话，为了让自己可以自己一个人不要去上班，或者是不要面对这样多人，你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些事情可能需要爱人才可以做到，就这样你可以把自己换成另外一个模式去做 so that 你可以到最后变成一个好好的爱人。对，
我觉得说，我其实还是保持着非常的爱，但是我尽量让自己因为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你不能只是一昧的想要，然后你什么都不愿意去付出，然后你就只是我想要这样，但是我不要这样，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你会跟自己妥协你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你想要的话，这样你必须牺牲，这是你需要跟我自己自我沟通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尽量找位让自己舒服，然后可以不太为难自己的情况下去做好更多的事情了。像我觉得说，可能我介绍美食那是我本来的兴趣来的，然后像做网卖那些的话，是我就很喜欢他的那个时间自由跟那个赚来的金钱这样子，所以我会尽量都让自己比较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and then 找一个舒服的位让自己去做得更好。因为如果你太为难自己，就太勉强自己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可以做，但是不会太长久。那么吉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闪光点的。那么吉尼，你认为你最大的强项和闪光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是分析能力，因为像我讲的，我从以前中学毕业要不要去上学、上大学或者是打工，我已经分析好了。然后在打工的时候，我也分析好说，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我不想要的，然后打工能带给我些什么东西，然后我只能做到怎么样。那我觉得说一路的分析清楚过后，让我看清楚自己其实什么样的方式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觉得用这个方法我也可以做更多的东西，比如帮别人也可以找到他们的目标啊之类这样子的。确实，刚才在我们的交谈过程，我发现你很多在提起以前的时候，你都会静下来和自己沟通，去理清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我觉得这方面你很清楚，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们可能会比较容易被动摇，人云亦云，所以他们不大跟自己沟通，他也很难去讲出来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所以我发现这一点，你从以前到现在都做得很好。我也是后来发现这一点很明确。这一点不简单，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可是确实不简单。对对对，真的很难。对于我来讲，大多数的人可能他们想要的东西很多，但是他们并不一定一定要得到。可能你会问要赚更多钱你要吗？要，但是他什么都不愿意牺牲，他不愿意去改变，他会觉得说我现在的改变是会让我自己不舒服，然后他就选择说我保持就好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保持，虽然保持会让他觉得说没有很开心，但是他习惯了。所以当你想要他可能觉得他有想要更好，但是当面对他改变这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声音，然后大多数人都会被那些旁边的声音而影响，然后他就不能坚定自己。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多数人面对的问题都是这样，他就不能明确的知道说其实我什么东西是对我想要的是最好的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很容易的就打回原形这样。可能我努力了几天，然后努力了1-2个月，然后只要别人影响啊还是什么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会打回原形。那么你从以前到现在啦，你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你世界上，那你经历过最大的挫折和低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因为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有人议论你，就好像讲说你为什么一直 post 啦，然后而且要讲你的都是你认识的啊，然后都是好朋友，可能这样就是比较熟的人这样子啦，然后家人啊什么这样子的话，就不管你在做什么的时候都会有人讨论你。可能你在做这个决定，大家会觉得说你好像不应该这样，然后你果断的话，人家哇这个人冷血无情。然后带团队
我觉得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是不容易的。那可能我们创业到现在，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些问题啊，可能会有人背叛你啊，然后可能需要有转换公司啊，转换产品啊的那些这样子。像我刚才讲的，曾经有一次因为产品的问题，然后其实一开始他被攻击的人可能是我的代理，and then 过后我们去帮他出头，诶，这样他就把那个箭头指向我这样子，and then 过后就攻击不到产品过后，我们就攻击人，所以他们就会把我写到吹水站啊，写到很难听啊，你每一天睡醒你得看到你自己出现在吹水站这样子啊。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是比较退居幕后了的，就是想说可能我一向来做网卖都是有自己零售，但是就没有也是有带团队啦，就是可能那时候是带团队比较多，所以我在后面暂时不做 sales 嘞，我还不会饿死啦。所以我也是很庆幸说那时候他针对的人是我，而不是我的代理因为我的代理可能他们还是要吃饭啊，他们还是要做些这样子的。可是那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平常你以为跟他还不错的人，诶，其实有事的时候，诶，他可能就是落井下石最惨的。就可能比如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有一个顾客，可能平常他跟我买东西的时候，他也会叫我留给他啦，迟一点付款啊，还是什么这样子啊，诶，我们都 OK 啊。然后当你出事的时候，她老公会留言都很难听哦。然后跟我讲，其实我们有没有什么哈？他讲我老公言论自由哦，你会觉得说，人原来是这样的，人性啊，人性是这样的。然后在你惨的时候啊，那些认不认识你的人呢、都来踩你一脚啊。然后那时候，庆幸自己是有熬过来啦，才有后面的这些后续这样。那我觉得说那个是还蛮大的打击冲击这样。那个时候大概多久你才走出来？其实也不会很久啦，然后可能需要调整一下了。调整自己这样子咯，然后就转换。其实我在从那个时候转换在什么，可能在短时间吧。有些会问，怎么你可以好像没有什么这样？其实我们有什么，我们不可能给人家知道哦，你很惨这样。我觉得我不能倒，因为我后面还有整几百人的团队哦，然后大家都需要靠你吃饭，所以你自己的情绪转换你需要做到很好。然后其实所有会发生的事情，它就已经是会发生了的。你可以选择控制你自己吧。如果你已经阻止不了那个事情发生，但是你可以决定你用什么心情跟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一直纠结说，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啊？然后怎么会这样子啊？那你一直纠结的话，其实那事情不会改变的，它不会因为你纠结而改变的。所以你需要调整的是自己，改变的是自己哦。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不可能在你控制范围，除了你自己。就你控制不了一件事情，可是你可以控制你回应的态度。对。那么今天我们回顾你的经历啊，你看到你从一路走来呢，你人生做过最重要、最关键的决定是什么呢？做网卖。做网卖。我很果断。为什么？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做网卖嘞，我根本不会有今天。那么在你下那个决定之前，你其实有犹豫很久吗？像我讲的，我一路都在分析了嘛，所以我已经分析了我可以做的决定过后，是没有犹豫很久啦。顺其自然呢。对对对，就是像我们讲的那时候，爱的负债，爱的过关这样。诶，但是过关呢，然后过关了，我就觉得，诶，这东西是我要的，这份事业可能是最适合我的。所以其实一路真的很多很多很多问题一下，因为面对不同的人，然后而且你还会面对那种可能你用心栽培了过后，诶，那个人会觉得说 OK， 可能我还会跟你讲，诶，我想要成功，你可以带我吗？但是你看他摆烂的时候，你就会生气吗？那你可能会用你的方式去激励他。
他就觉得你是坏人了，然后可能就是一般人一起boycott你，然后一起觉得你不好，所以那时候其实从中真的是学会很多东西了。你会知道说，人家讲是一回事，and then 你根本也勉强不了人家做任何东西，或者是我觉得那时候你才会明白说，其实意愿很重要。他只是告诉你他想要，但他没有一定要，你知道吗？但是你却以为他一定要的时候，哦，你就成为那个坏人了。所以一直不断的经历重复这样的东西，其实从一开始会伤心难过到要死，然后到后来自己慢慢就还好，也是有上课什么这样子啦，有调整自己的情绪，你慢慢就会看开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成长吧，你不能总是用一贯的态度，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东西。以及你好像你一直以来都一直在成长，一直在突破啊，就是学习是成长的主要一个关键哦。那么吉尼，你有没有一些书啊，或者是课程，你可以推荐给大家吗？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的是像安东尼罗宾，他的课程啊，然后像我常上的是一个叫 For You，他是讲心态比较多的，蒋伟成老师的一个课。其实我觉得幸好我有上他的课，因为做网卖的时候，可能我都是会比较自我，然后可能常常会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然后像人家讲，哎，我想要变好，然后我就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想要帮人家变好，但是人家就觉得说，哇，你逼我这样子的时候，可能情绪上那些你会有纠结很多东西，但是去上了课过后呢，你会觉得说你的思维啊、心态上会有不一样的转变。然后我觉得有一句话影响我很深，就是小人就是贵人。讲小人就是贵人，就是讲说，其实我们生命中一定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可能我们遇到不好事的时候，我们会成为那个人叫小人。然后我学会运用这一句话过后，所遇到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都蛮好过的。就想说，可能那件事很坏，然后团队有人背叛我，就联合可能起来然后一起出去做其他东西，还是什么之类这样子的时候，可能换做别人他会觉得说，哎，这种人叫小人。但是我会告诉自己讲说，其实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它都是已经会发生了的，然后它只是提早让我知道，哎，这个人是不好的存在。那我觉得说，提早知道好过你都不知道，所以反而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哎，好事要来哦。因为你已经看清楚，那个局势不好了是在哪里啊？这样子，就是当坏事发生的时候，表示好事就要来了啊。然后，所以我觉得说，因为这一句话，所以每一次遇到可能会不好的人还是什么的时候呢，我都没有这样难过了。然后，哎，所有好不好都是归人这样子啊。换一个心态啊，看东西角度不一样啊。对，就学会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啊，要不然你会很纠结啦，很伤心啊，哎呦，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啦？其实你应该感谢他，让你提早看清楚了。那么吉尼，很多年轻人都在寻找那种成功的秘诀了。那么你觉得，其实年轻人要成功啊，最重要的3个素质是什么呢？心态、思维、态度，就是想说，你需要搞清楚自己想要些什么东西，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想要些什么样的东西，你就很难去前进。那你也要清楚了解自己，你可以为这个想要的东西付出到什么程度。就比如说你讲说我想要成功，但是我这个不能那个不要，这样可能你就不会成功。然后思维上想法上你也是需要去调整好自己，然后越清晰可以越帮助可以成功。那么吉尼，你认为女性需要经济独立吗？需要。像现在的女性和以前的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呢？
我觉得2000年过后啦，大家都会想说，都是女性的时代，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女性都会做网卖的大多数其实都是女性，然后可能很会赚钱的也是女性居多了。就跟以前相比的话，可能以前的女性她们都是会注重家庭多一点，她们都会比较忽略自己，然后现在的女性可能会大多数比较看重在自己身上了。然后我觉得女性不容易啊，以前不会赚钱的时候还没有这样辛苦，这样现在会赚钱了还要做家务，还要照顾孩子。还有一些故事这样啊，会发现自己还能赚钱，除了会顾着还能赚钱，责任更大了呢。没有，我觉得说女生呢经济独立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会赚钱，然后你跟老公拿钱，我觉得跟你完全不会赚钱，只能伸手跟老公拿钱，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完全不会赚钱，你是没有底气的，你只能靠他吧。但是如果你会赚钱，他会觉得说，其实我没有给你，你也是 OK。但是我想要给你，是因为可能这是老公对你的疼爱，这样子，就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会驾车，然后被人载。那个是一个幸福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不会驾车，我只能等人家载，那我觉得好像残废这样。虽然现在有 Grab 啦，所以我建议还是你要会驾，但是你没有驾是 OK。所以你会赚钱很重要，你不会只是只能命运操纵在人家手上哦，你没有选择权了。他讲这样你就必须要这样。所以我觉得让自己有底气很重要。那么今天我们看了25到30岁啊，是人生中的重要一个阶段。那么你觉得25到30岁的年轻人，人生需要想清楚哪一些事情？最重要就是想清楚自己到底要怎样的人生。你这一生25岁，其实要讲很大也没有，要讲很小也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你越早理清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其实你可以越早去拥有了。其实现在成功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年轻了，像我这样我都觉得有一点迟了，但是也不能讲迟啦，因为你几时开始都不是问题，重点是你一定要开始。那我觉得说你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不管是创业也好，打工也好，其实只要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太勉强自己去做任何一件事情，它不会长久。所以你想清楚自己要什么过后，你才能去接受你要得到的那个收获需要牺牲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我想要时间自由啊，然后赚很多钱，这样我就要承受创业网卖这一条路所带给我的所有困难，我需要去克服，再难我都要去想办法去突破去挑战。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打工对你来讲是比较舒服的，这样其实也很 OK 啊。不一定说一定是要创业才是最好，因为我觉得创业不容易创业你需要自律然后它跟打工不一样，就是打工是只需要准时上班下班这样子，然后你会知道说你做了这些过后你会有什么收获。但是创业的话，你需要做很多，你可能才会有一点收获。所以你想清楚自己到底是想要怎样的模式，怎样的人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你认为现在的年轻人生活中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迷茫吧。迷茫。就可能不懂自己想要些什么，可能因为现在资讯发达，然后大家的分享，可能你都会看到人家的生活好像很好，但是其实人家也只是把好的一面给你看啊，他背后的努力其实他没有给你看所以你会觉得说哇他好像很容易这样，然后你也很想要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做起来没有这样容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迷茫跟痛苦的一点吧。所以其实光鲜亮丽的人家背后其实都需要付出很多很多很多的努力所以还是那句，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些什么东西，你才会
清楚知道说其实我接下来可以走什么，我可以怎么去选择。看的太多反而不好了，不要一直看别人做什么，还要自己跟自己去沟通。可是也不能讲完全不看别人做什么啦。我觉得你看了过后，大家都可以看，可以参考啊，可以怎么样？像我们讲的该去多多看世界啊，这样子。最终还是归咎于你自己，什么方式是你要的，什么生活是你想要过的。毕竟我觉得人生不长，然后我们不能决定出生，但我们可以决定余生。那么今天你认为有什么技能是很重要，可是学校没有教的吗？做人，读书没有教做人。一开始的时候我出来，我直接做事，可能我会做事了，我效率蛮好啊，但是你不会做人，差了点。做任何事情你都吃亏一点，因为你不会做人。所以我觉得会做事，你还要会做人，你才能符合成功的标准。如果你只是一昧的只会做事，然后你忘记了做人，这样可能你的路还是没有这样好走。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可能比较注重做人吧，我觉得你会做人，对于同事相处啊、朋友相处啊那些会比较有优势。但是你只是一昧的做事的时候，可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比较没有温度，在生活中碰壁的几率比较高啊，比较容易得罪人。是，而且会讲话很重要。你要先会讲话，然后你会做事，你才能有事半功倍的感觉。如果你会做事，你不会做人，你不会讲话，你就事倍功半了。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了，留在马来西亚发展还有前景吗？有，个人认为就可能我也是有去旅行啊，还是什么这样子，或者是我个人的认知呢。我觉得其实撇开马来西亚那些负面是什么，这样我们不要讲了。我是觉得说，其实在马来西亚蛮幸福的，因为竞争没有比别人大，所以不管是做工啊还是创业的话，我觉得马来西亚的竞争还是有优势的，就还没有像外国那么激烈哦，没有那么卷。对，所以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其实蛮幸福的啦，天灾也没有人家那么多啦，然后那个人口可能也没有人家多到这样，所以机会其实还是比别人大一点，然后没有这样辛苦，比起人家，我觉得马来西亚不错。确实，其实现在，尤其是现在啦，我看到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到马来西亚的这个优势，这个机会就是这里面人没有什么竞争力，不够没有这样卷，应该这样讲，没有这样卷，好像有发展的空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外国人的涌进来发展。是，所以我们这边本地还是有很多机会的。那么今天我想问你了，假如有一个人刚刚从中学毕业，好像当初的你那样，所以他来问你建议想说要怎样才能像你一样成功，那么你有什么想要对他说吗？可以任性，为何认命？一句话了。那我会想说，首先你要搞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其实像我刚才讲的，人生不长，然后你可以想一下，今天或者是明天是你的最后一天了，那你用现在的方式生活，是你满意的吗？如果你不满意，那么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改变。虽然我们回不到过去，我们也不能重新再来，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就做出自己想要的方式。你每一天快乐也是过，不快乐也是过，然后你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话呢，你可以过得开心一点，早一点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生活方式，其实你早一点舒服。那么吉尼，最后对于正在收听的听众可能有些人正在处于事业的或者是职业上的一个十字路口了，面临着人生重要的抉择。那么你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吗？我想要对听众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可以
以过往的经验去分析你所有经历的事情，什么是你会开心的事，什么是你会不舒服的事。那我觉得说，当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然后你还要清楚你自己可以为你想要的东西妥协到什么程度，那么你就不会那么容易的迷茫。一生人没有很长，我们决定不了出生，但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余生。余生也不长，所以趁现在开始改变吧。可以任性，为可人民。